我只是把梦里梦到的杀人过程都写进小说里，不料真有人按照我写的悬疑小说剧情开始杀人，甚至就连行凶的内容、时间、地点都和我小说里写的一模一样。我看着电视里播报的最近几起凶杀案，大脑一片空白。不可能吧？怎么会这么巧？研究是吧？是我。我们发现最近几起谋杀案和你的小说高度吻合，麻烦你配合我们调查一下。小李，别这种态度，人家是群众，不是罪犯。这可说不准。不好意思啊，新人不懂规矩，小伙子你别往心里去。对了，自我介绍一下，我姓王。王警官，没事的，没事的，配合你们调查嘛，应该做的。再说这事也确实有些太巧合了，我现在都怀疑自己是凶手了。哈哈哈，年轻人还挺幽默。那我们进去聊。好的好的。出事的是哪本小说？就这本《虚实难辨》。王振华接过手机开始看了起来，刚开始还挺轻松的，可是他越看越心惊，越看手握得越紧，到最后干脆拿出一个文件，一一对照起来。你这一章什么时候写的？大前天，这是大前天的最后一章，晚上10点半发的。案发时间是前天凌晨3点14分，从更新到作案只过了不到5个小时，这两个地方的距离，除非他早就锁定了作案目标，否则不可能赶到。你怎么又犯这个毛病？跟你说了多少遍，这位是配合咱们调查的群众，不是罪犯。那罪犯可能早就潜伏在附近，就等着这位严先生更新，然后模仿作案手法和逃脱方案。抱歉，没事。咱们继续说这几章，我粗略的看了一下，后面这7章是写的一个故事，对吧？是的，王警官，这个故事今天刚好完结，是中午12点发的，准确来说是12点35分。我当时因为外卖到晚了，还跟外卖员理论了2句。文中的案发的是西城区一家商场的卫生间里，时间是下午2点16分，死者是女性，死因是机械窒息。现在是几点？3点17分。打电话回所里，不，直接给市局打电话，问问西城区有没有案件。好，王哥。小李立刻拨通了电话，在和电话那头的陈姐确认了西城区那边没事之后，这才挂了电话。没事。没事。陈姐说今天一整天西城区都安安静静的。看来这一切只是巧合。他随手点了下返回，就要把手机还给研究时，一个界面吸引了他的注意力。草稿箱有存稿吗？没有，今天的3章还没着落呢，才刚发了1章。你们过来的时候刚开始码第2章，才700字。我看看，不介意吧？不介意，不介意，您随便看。王振华随手点开草稿箱里唯一的1章，他背后瞬间起了一层细密的冷汗。只见开篇第一句就是尸体被人发现的时间是下午3点21分。王振华抬头看了眼手机上的时间，松了口气。3点22了，吓我一跳啊！也就是这时，小李的手机响了起来。王哥，是陈姐。你从哪里得到的线索？陈姐，你慢点说，什么情况？3点21分，西城派出所接到报案，一个女人被吊死在了一栋烂尾楼里。最巧的是，那烂尾楼本来的修建计划是商场。时间仿佛一下子凝固了。又出事了，不会又和我小说里写的一样吧？很抱歉，严先生，恐怕您得跟我们走一趟了。好的。你今天中午在哪？12点前后。中午我在家码字。有谁能够证明吗？没有，只有我家的猫和我在家。我这人比较宅，估计邻居也未必认识我。其他证明呢？上网记录什么的？我一直在单机码字。对了，我还有在作者群里的聊天记录，你们点开看看就能看到。这个没用，你没办法证明你是在哪里发送的。这个最近去过西城区吗？去过。去干什么？去观察环境。观察环境？不是，因为我这一个故事写的是西城区的事，所以我去收集了一些素材。都去了哪里？就只去了商场。那天人多吗？不少，我上电梯时候差点被踩到。不是同一个地方，案发地点是个烂尾楼。中年警察闻言脸色稍微好了点。再说说案情吧，你这里对于案情的详细描写你还记得吧？记得。内开的厕所门轻轻晃动，因为上面有一颗螺丝已经松了。无论是布满灰尘的水箱，还是已经干涸的便池，都证明了这里久久无人使用。这里你为什么对那个厕所的描写是久久无人使用的？为了剧情发展，所以写的是一个废弃的卫生间，不然对不上尸体发现的时间。等等，你说厕所门是往哪个方向开的？向内开，我看过现场照片了，是一致的。研究，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你到底去没去过那个烂尾楼？没有啊，真没有。
那你怎么知道门是内开的？西城区现有的商场我去过好几次，那里的卫生间门可都是外开的。剧情需要，王警官，我本来也想100%还原西城区的商场的，但是因为作案手法需要，所以对卫生间的部分情况加了修改。作案手法？今天的文还没更完，所以还没写到那部分，我可以先说给您听。你先说清楚门的问题，让他说，我听听西城区这场案子是不是像他说的那样。这段小故事最关键的悬疑点在于凶手不在现场，但是不在现场要怎么杀人？别卖关子。好，所以得用道具，就绳子、钩子，还有刀，还有厕所门。说的什么玩意？驴唇不对马嘴的，说清楚点。没关系，你别紧张。那中年警察把自己的手机递给王振华，只见那厕所里赫然有着绳子、钩子、刀。今天呢，我们就是你的读者，你得给我们把故事讲明白了，对不对？那我继续说。那么用这些东西要怎么杀人呢？首先得考虑到一个问题，那就是确保死者得进的一定是这个厕所。可是这一排有足足5个厕所啊，1/5的概率，这是凶手不敢赌的，所以他把其他的4个都上了锁。不对，这里对不上。你说对了，确实对不上啊。警方去调查的时候，可是分明的看到那5个厕所间的门都是开着的，这就不得不说起这些钩子了。如果仔细去看，会发现这地上总共有5个钩子，但是实际上真正用来杀人的却只有1个。那么其余4个是用来做什么的呢？你是说另外4个是用来开门的？没错，另外4个钩子正是用来开门的。通过4个钩子分别拴住另外4个隔间的门，这样在死者被害之前，其余的厕所都是锁着的。而当案件发生之后，其余的4个隔间的门则会打开。可是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你不觉得这么做是白费功夫吗？其实他只要把门锁上就可以了，完全不必设计一个再把门打开的机关吧。这就不得不提一下另外4个隔间里的字了。凶手在另外4个隔间的墙上留下了4个字，而这4个字他必须以一种遮掩的方式直接的呈现在其他人眼前。遮掩的方式直接呈现，这个说法乍一听有点矛盾，所以这里得举个例子。王警官，如果我现在跟你说我有个办法，能让你1天之内赚10万，你信不信？你不信，你不仅不信，甚至还可能给我手机上安装一个反诈 PP。言之有理。但是如果你听见我小声打电话，喂，老婆，我朋友给我介绍了个兼职，1天10万，你别不信啊，钱已经发给我了，就帮人搬东西，你会怎么想？我可能第一想法是这人是不是帮人抛尸？你会给这10万找个合理的借口，而不是去质疑这10万。同理，你会为墙上那4个字找借口，而不是去质疑那4个字。有一定道理。所以说这个罪犯这么做是利用了人们这样的心理，目的是为了让我们警察相信他写的那4个隔间里的字，从而来扰乱我们的判断方向。对，那4间隔间的门后面各有一个大大的血红色字体，连起来正是一句话：欠债还钱。你问一下在现场的人。说得不错，你这一段有点意思，应该能涨人气。那之后呢？真的吗？谢谢。其实这4道门只能算是凶手计划中的一个小小的设计，真正精巧的还得说他杀人和报警的计划。报警？对，你没听错，报警的不是别人，正是凶手自己。等等，你先说杀人的手法。好，既然这位警官问了，那我就先说说这杀人的手法。那绳子虽然看起来都一样，但是实际上其中有一根是弹力十足的，另外挂在半空的那根绳子中间是插了铁线的。凶手正是利用这2根特殊的绳子，把刀悬在了与死者胸口平齐的位置，并且完成了弹射。这好像……没错，这些都是蒙蔽人的假象而已。这种布置也许能找准胸口，但是绝对找不准人的骨头缝，一旦扎在肋骨上，只能造成轻伤。作为一个追求万无一失的凶手，他不可能用这种方法，所以真正把刀子送进死者胸口的是死者自己，叫死者去那个地方，让死者举刀自杀。推门的那一刻，本来已经打开的厕所门迅速回弹，把本就抵在死者胸口的刀精准地拍进了死者的胸膛中。可是怎么能让一个人把尖刀抵在自己胸口呢？你这个说法不符合逻辑啊！再说，门拍回来的那一刻，死者没有反应吗？哪怕他做不到抵住门，只要他握紧了刀，以一个正常人的力度都不可能直接被刺死。你说的很对，那如果是闭着眼睛呢？闭着眼睛？对，就像这样。他绝望地举起了刀，那个男人给他带来的创伤已经无法挽回，现在他唯有在这个地方终结自己肮脏的一生，以此来换得一丝安宁。他闭上眼，把刀放在胸前，推开门，他不愿也不敢再去看那熟悉的隔间。这是什么？旁白：先生，
要进剧组吗？我们缺少一位临时的演员，这个角色是警察，真的再适合你不过了，价钱好说。别打哑谜。这一章我管它叫假戏真做。凶手伪装成剧组的导演，通过某种方式找上了死者，对死者说：“我们正需要一个能展现出绝望的人，你按照我们的说法拍摄，报酬好说。”导演告诉死者，推开门后，就算演出结束，并不用真的去做什么危险动作，但是为了展现真实性，必须把真刀子准确地抵在胸前。在导演反复关照，一定注意安全，万一你受伤了，我们还要付赔偿金的情况下，死者对导演深信不疑，推开了门。当他推门的左手放下的一刻，门以极快的速度闭合，打在了他持刀的右手上。等他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来不及去挡了，刀子已经有一半都没入了胸口。哼，他又不是演员，别人说什么他就信。你跟我说我能演戏，我也不会信。那是因为你没有注意到我反复提到的东西。这个案件通篇的核心都围绕一个字：钱。你不缺钱，所以对于你来说，很多事情会用常理去判断。不错的故事，荒诞中带着一定的逻辑，我觉得读者可能会喜欢。但是对于办案来说，还有太多经不起推敲的地方。刘所，现场来消息了，门后确实有字，欠债还钱。说，你到底是怎么杀的人？不是我，真不是我啊。不是你还能是谁？除了凶手，还有谁能知道你脑子里想的那些东西？我也不知道啊。颜九此时也很懵，这些内容别说发了，就连写他都还没写出来过呢，怎么就被凶手用上了？没错，小区那边的监控查清楚了，3天内他没出过小区，而且中午12点半邻居听到了他和外卖员的争吵，从时间上来看，来不及。不是他还能是谁？刘所接过小李递来手上的报告，虽然情绪还是很激动，但也陷入了沉默。会不会是3天之前布置的？不可能，那个卫生间是整栋烂尾楼里唯一开放的卫生间，每天下午5点半有巡查人员去上厕所，昨天晚上还好好的。3个小时后，只见刘所带着几名警察走了进来。这几位是市局的同志，如果你能帮他们把案子破了，肯定记你一功。你好，我叫孙江传。您好。为了不拖剧情，我也就不说客套话了。第一个问题，你说死者缺钱，但是据我们了解，死者有房有车，并不缺钱。如果这个不成立，你的所有推理就都只能称之为幻想。他有赌债，所以凶手才会写上欠债还钱来迷惑你们。和我们调查的一致。第二个问题，你说他是打开门后被门拍的，但是开门的时候他的手肯定是贴在门上的，门的变化他感觉不到吗？如果他能感受到的话，在他有触摸门的情况下，那这门的回弹力度根本不足以杀死他。你们有没有在现场找到沙袋？这个机关是有延迟的，延迟时间从门推开到门弹回隔了近1秒半的时间。小周，孙哥有沙袋，只不过之前咱们一直不知道那是干什么用的。另外，那5个钩子中有一个是特殊的，它的里圈已经被磨成了刀刃，那是用来割断拉住门的线的。孙哥，这个细节我们之前没有详细查看过。那我建议你再查一下报警电话。报警电话是用死者的手机打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正好在3点21分。3点21分，这个时间有什么特殊？罪犯选择这个时间，只是为了能有一个确定的时间，一个确定能吸引住西城区警察注意力的时间。吸引注意力？对，因为他要利用这个时间在西城区犯下另一起杀人案，他需要给自己足够的逃离时间，所以在这个时间段内绝对不能有警察在那周围闲逛。谁会没事出去闲逛？你是说案发地点在派出所附近？我只是写了一篇悬疑小说故事发到网上，不料现实里居然也发生了同样的命案，甚至就连行凶的内容、时间、地点都和我小说里写的一模一样。今天我在警察局里闲着无聊，又写了篇故事，谁曾想居然又发生了和我故事里相同的命案。快保护现场！写什么呢？没什么，待着也是待着，索性补充一下接下来的剧情。这次又写了个什么故事？一个第三者插足，导致妻子杀死丈夫的故事。又是杀人案。读者爱看，征用了。刘所拿着那张纸就往外走，一边走手里还一边打着电话。喂，川江，在现场吗？舅舅在。这家伙又写文了，这次是杀夫案件，你那边的情况怎么样？不是，死者是单身男性。会不会是还没结婚的情侣？没有，不过我们调查过了，死者生前是小白脸，她的情妇杀了她丈夫后跑了。娘的，还真对上了。小孙，给谁打电话呢？王队，是我。刘所，王队，我这里有一个作家，和今天发生的案子有关系，所以打电话问问情况。
关系？什么关系？随后刘所就一五一十的把关于颜九写的故事跟王队汇报了一遍，居然和现场情况完全一致。人看好了，我现在过去。王队到城北派出所之后，第一件事并不是见颜九，而是叫上刘所一起开会做分析讨论。咱们从之前那起烂尾楼谋杀案开始说起，这里有2个细节，一个是时间3点21分，第二个细节点是报警用的手机。开始我们以为报警人报案用的是自己的手机，但是根据后续调查，我们发现手机是死者所有。那电话是谁拨出去的呢？总不会是死者自己拨的吧？技术部门给出的结果是手机被安装了自动拨号软件。王队，3点21分，这个时间有什么特别的吗？这个时间关系到了刚刚发生的那段凶杀案，这个等下说。大家看一下现场的情况，死者的死因是这把刀刺入心脏，大量失血致死。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都没有发现这把刀到底是怎么掉下去的。之前我们推测可能是死者慌乱之中自己拔下去的，但是刀上一个指纹都没有。会不会凶手当时是在现场，或者之后去过现场？对，从血液的喷射情况来看，刀是在死者未完全死亡的情况下拔出来的，所以只能是凶手在现场这一种可能性。但是他能自己动手，那他上级布置这么多还有什么意义？假装不在场。刚才刘所说的关于导演的事，这些在上一集能看到，这里就不再赘述了。通过死者的交易记录，我们也证实了他确实有大量。如果我们之前只推理到这里，就会认为他不在现场，而是用了远程操控杀人的手段。按照正常逻辑，既然罪犯有可以不到现场就完成犯罪的方法，那他是不会去的。然而事实是他就在现场，并且拔出了死者身上的刀，还把死者的手机放在了门口。可是这么做的意义呢？假如我是杀手，我根本不会去做这2件画蛇添足的事。刀已经插进心脏了，即使受害人反应快，及时拨了120，获救的概率也不算大吧？这也是我疑惑的点。另外还有一点，他为什么要冒着风险把手机放在门口？这就要接着刚刚那起凶杀案来说了，和我刚刚说的3点21分有关。这部分小孙比较熟悉，让小孙来说。错了，他们都错了。那些布置并不是为了掩人耳目，而是因为有不得不那么做的原因。躲在现场的人已经被猜到，但是电话后的导演又是谁？好的，王队，今天晚上我们在距离西城区派出所50米处发现了另外一起杀人案，死者男，25岁，在一家酒吧当侍者，因为长相出众，顺便也当小白脸。这里不得不提一下那名小说作者。城北派出所的几位同志发现他的作品中几个案件与近期发生的几起杀人案相似度极高，所以对他进行了调查。另外，第一起杀人案的杀人手段也是他提供的思路。是的，根据他的描述，2起杀人案的凶手是同一个人，而报案时间之所以一定要设定到3点21分，是为了调虎离山，保证西城区派出所周围没有警察。这是挑衅啊！在派出所附近杀人，这胆子也太大了吧！只能说这个凶手的布置非常周密。第2起案件的作案手法非常粗暴，大家也都看到了，直接把头割了，还画好了装摆在客厅里。在场的人都沉默了几分钟，显然对凶手的意图摸不着头脑。大家有什么想法吗？我觉得要从2名死者的人际关系入手。既然凶手连续杀死2个人，那从他们的人际关系交叉情况上应该能收获一定线索。这个已经派人去查了，大家还有什么想说的吗？会不会是他那个情妇又跑回来杀了他？毕竟他那个情妇之前可是有过作案前科的。从目前的调查结果来看，他的情妇已经离开咱们赤心市很久了。他会不会不止一个情妇？我记得周围的邻居说他经常不在家。这个可能性倒还真有。小森，你安排一下，看看有没有人回去找他。是。各位还有什么想法吗？我觉得还是得问问那个作者，我总感觉他有点不对劲。你接着说。我觉得有一点说不通，他作为一个作者，会不会知道的有点太多了？从杀人手法到作案的细节，再到现场的证物，甚至是咱们都没发现的细节，他都没有遗漏的知晓。难道这不奇怪吗？当然，也有一种假设是有人利用了他的文章，但是很多东西他都没发，甚至还没写。就算其他人想要利用，也没法利用吧？在他脑子里的东西，除了他自己，还有谁能知道？这位新来的小同志想法很不错，不过这一点我们也做了调查。大家请看，这是研究电脑里的东西，我们刚刚通过技术手段获取的。虽然没有存稿，但是研究对于接下来要发生的案件都做了详细的规划，也可以称之为大纲。所以我个人更倾向于是有人通过黑客手段获取了这些信息，然后推测了大概的犯罪流程，进而实施了犯罪，不然没办法解释他的不在场证明。我写的杀人小说和现实融合时会发生什么？会被捉进局子里喝茶？你的粉丝里有一个杀人犯？不可能吧？
我的粉丝都是好人，怎么会干这种事？也许只是巧合呢。你自己清楚，这些巧合有点太多了。您说会不会是我自己做的？但是我不知道。王队也有些不知道说什么了，第一次见往自己身上揽罪的。你没有时间。那会不会死者的实际死亡时间不是我写的时候？我这么写会不会只是为了扰乱你们的视线？我们做过尸检，死亡时间基本一致。可是那些文我都没发出过。黑进你的电脑并不难，尤其是只有一个360的情况下。那他会不会偷我稿子？我不觉得杀手会这么无聊。你给家里人打电话吧，来个人担保一下，你就可以回去了。我没有家人。你的人际关系我们查过。我说了，我没有家人。你冷静点，这里是派出所，不是你耍情绪的地方。对不起。算了，我给你当担保人，你回去吧，好好休息。另外，我们最近可能还需要你协助调查，所以近期不要离开赤心市。谢谢，我不会离开的。王队就这么放他走了？刘所，你知道什么人最喜欢往自己身上揽罪吗？什么人？罪犯本人，或者想包庇罪犯的人。既然他在这跟我顾左右而言他，那我就只能让他带咱们去我想找的地方了。什么地方？派人跟上就知道了。我觉得这次会有意外惊喜。怎么了？昨晚没睡好吗？是，警察好像在怀疑我。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似乎和这件事的瓜葛有些深了，我也许不该过去的。我倒是觉得没关系，咱们可以分析一下，如果你是警察，你会怎么调查这两起案件？大概会先调查有作案动机的人，去过现场的人，以及死者的社会关系吧。所以说啊，你的嫌疑很小，不要自己吓唬自己。还是说你在为小说的事担心？这稍微有一点点。其实停更一段时间也是没问题的。不，我觉得还是不要比较好，毕竟。1个小时后，两人一同走出了房间。谢谢您，明星医生。我说过，我不是医生，你也不是病人，我只是你的倾诉对象。你是一个很健康、很优秀的人，要相信自己，你会解决他们的，好吗？谢谢。不客气，这是我的工作。严九都去了哪里？王队，他从面馆出来，去了附近的商店，买了一个打火机，看了10分钟。看了10分钟之后呢？他去了哪？去了一个叫辛格咨询的地方，是个情感咨询室。情感咨询室吗？接着说。他在里边待了1个小时，出来后上了公交车，坐公交车回家了。之后有出来过吗？没有，到现在为止没再接触过任何人，一直都坐在电脑前码字。疯了吧？一晚上没怎么睡，回去第一件事是码字。会不会他在通过这种方式传递信息？不会，我能看清他写的每一个字，虽然是在写案情，但是完全没提自己被抓的事。好，你继续保持监视。目前嫌疑比较大的就是面馆遇到的几个人，商店老板、辛格咨询里见的人，公交车上的人也有可能。王队梳理着信息，突然他想到了什么。你们在哪里监视呢？对面的楼道里，顶楼5层半。立刻搜索你们周围，那里可能是犯人偷看研究码字的地方。嘿，怎么不开门？小伙子，你们找他有事吗？老奶奶，我们想问问最近有没有什么人喜欢往5楼半跑？没有，怎么了吗？有起凶杀案需要调查。话说老奶奶这家是没人住了吗？为什么我们敲了老半天都没人回应？有啊，他现在就在屋里呢，只是不想见你们这些警察而已。为什么？因为他屋子里画的到处都是妖魔鬼怪，而且画的特别真实，我第一次进去都被吓了一跳。他不想让你们这些外人知道，所以妖魔鬼怪，他是不是神经有点？之前的警察也这么说过，还带他去了医院，所以他对警察一点好感都没有。您提到有警察找过他，请问您知道当时是发生了什么事吗？稍微听说了一点。去我家吧，我给你们看样东西，这是那孩子送给我的，你们看看吧。只见画上面是一名女子，她被倒吊在一个血红色的空间里。这是？据说他目睹了一场杀人案，受到了些刺激。这幅画是在他被警察带去看过医生后画的，据说是还原了案发当时的情景。案发当时？对，只可惜没有还原凶手，只还原了最后的尸体处理。这2个名字是？只见这幅画画右下角有4个字，看起来上面是明星，下面是撒旦。下面的是他的艺名，上面那个好像是给他治疗的医生的名字。
据说他是在医生的引导下完成的画作，不过他好像不太喜欢那个医生，总说他是恶魔。什么？他的情妇没走？是的，王队，他虽然订了车票，但是根据我们查到的乘车记录来看，他没上车。有查到他的行踪吗？还在查，根据邻居说，他当天走的时候行色匆匆，而且裹着围巾。能不能请他邻居来所里配合一下调查？这恐怕不太好办，那里是别墅区。差点忘了，那里是富人区，人没这么好请。这样吧，我去拜访他，帮我约个时间。我看你更新了，那边情况怎么样？还好吧，暂时是没事了。不过我还没洗脱嫌疑。你的情况我理解，不过站在编辑的角度，我建议你继续写。我尽量吧。怎么才能不被怀疑呢？难道去追查凶手？不行不行，这太危险了。有了，喂，王哥，我能申请住到你们派出所里吗？我只是把梦里梦到的杀人过程都写进小说了，不料真有人按照我写的悬疑小说剧情开始杀人。为了洗脱头号杀人犯的嫌疑，我直接要求住进派出所。什么？你再说一遍。我说我能住到你们所里吗？住到所里？你是遇到什么危险了吗？没有，因为只有这样我才能洗脱我的嫌疑啊。你稍等，我申请一下。什么？他想住进来？对，他刚打电话给我说是要这样才能洗脱他的嫌疑。王队沉默了一会，你让他先住一段时间吧，毕竟也是个关键的线索。最近辛苦兄弟们多看着点。好，你们王队最近还好吗？老婆婆，您还认识我们王队呢？你们每天见的人太多了，记不得正常。2年半之前，就是你陪我去认领的我孙子的遗体。2年半之前，我想起来了，是那起交通肇事逃逸案。可惜现在还没找到那个司机。别着急，慢慢来，我不催你们，我只是想给我孙子一个交代。你就住这里吧。回去开会，王队找你。是，你先在这里待着吧，我有事先走了。好的。接下来该写那篇山门前交通肇事逃逸案了。各位，目前案件有了重大的进展。经过我们的调查，那个杀夫的女人名叫李如凤，在那个西城区谋杀案当天，李如凤在附近出现过，被3个商家的摄像头分别拍摄到了。还有在那个小白脸死亡的前一天，她去酒吧找过他。那个作家那里查实了，她丈夫的电脑里有那篇小说的浏览记录。不仅如此，研究还给她丈夫剧透了一小部分剧情，其中正好包括2起案件的核心手法以及一些有特点的细节。也就是说，现在至少有80%的把握他就是凶手。不过这个女人目前行踪成谜，除了那3起监控之外，就再也没有见过她的影子了。咱们假设她就是凶手，那么她的行踪如下：前天晚上她去找那个小白脸喝了酒，昨天一早她就去了西城区的烂尾楼开始布置，然后在中午杀害了西城区那个女人，再把西城区的警察都引到烂尾楼之后，又去西城区派出所附近把那个小白脸给杀了，然后割下头，化好妆，整理好房间，离开作案现场。王队，时间会不会太赶了？这也是我疑惑的点。如果他走路肯定来不及，所以他势必会乘交通工具。可是我们查了所有监控都没发现他的影子。王队，要不我们全程通缉他？我就真不信他能凭空消失。这样会不会打草惊蛇？他本来就是精的。我感觉小孙的建议可以，就按照他说的做吧。事情进展得很顺利，离目标又近了一步。接下来该进行下一步计划了。第二天一早，整个西城区都开始乱了起来。什么杀人犯？还是个女的，我的天！20万，我的个乖乖，顶我几年的工资。老哥，发生了什么？市局贴出来的告示，好像是说有人死了，现在全城追查凶手。10个人，至于为这么多人看？听说手法极其残忍，而且还是连环杀人案，不光是通缉，听说最近出现在附近的车辆都得查呢。这么严吗？话说兄弟，你是干什么的？我吗？我跑出租的。我觉得你可以试试找找看，20万悬赏呢，能顶你2-3年工资了。保命要紧。老板有空不？载我去个地方呗。去哪？先说好了，西城区不去，那边最近太烂了。不去西城区，去黄门区。那行，上来吧。刘所，请问有什么事吗？快跟我走，边走边说。刘所，能不能先跟我说说出了什么事？又有人死了，是个出租车司机被自己的车压死了。不会是在山门前吧？那倒不是，是在黄门区。还以为又和我小说对上了。这次是王队找你，他希望你作为特别顾问参与案件调查。顾问？不行，
我不行的，我哪有这个本事？如果能顺利结案，报酬大概有5000多，税后哦，这么多，我突然觉得我又行了，哈哈哈！行，这是怎么回事？味道这么大！舅舅，汽车后备箱里又发现一具女性尸体，不知道放了多长时间了，已经发臭了。严九，你来了，这次你少写了一个案件，回去补上。王队，别开玩笑了。我可没开玩笑，这次找你来主要是希望你能帮助我们分析一下案情，希望你等会儿讨论的时候能给我们提供更多的思路。我尽量吧。在经过现场一番勘查后，众人回到了黄门区派出所。先说说基本情况吧。好，根据初步观察，现场的2名死者中，男性死者死亡时间不超过6个小时，女性死亡时间不低于2天。另外，女性死者身上有明显的外伤，死因初步判定是失血过多。男性死者虽然初步判定是被汽车碾压造成内脏出血死亡，但是在颈侧发现了一道很不合常理的刀伤。女人的身份确定了吗？王队，女性死者的比对结果出来了，死者李如凤，女，39岁，已婚。现场陷入了沉默，他们辛辛苦苦找到这起连环杀人案的凶手，还没开始抓捕，结果凶手自己死了。王队，另一名死者的身份也确定下来了。说，根据样貌比对，另一名死者是在逃嫌犯，名叫李玉强，于2年半之前的一起交通事故中肇事逃逸，那起交通事故致使一名青少年死亡。我想起来了，我前几天还见过死者的家属。王队，你还记得吗？在那个作者家对面，我跟您说的那个老太太就是死者的奶奶。哦，我说怎么总觉得那个男性死者看起来有点面熟。对啊，这下终于可以去了老人家一块心病了。2起杀人案，在同一个的点死了2个人不说，死的还都是在逃的杀人犯，这概率是不是太小了点？起毫不相关的杀人案，尸体居然凑巧在同一个地方，真凶到底是谁？你们说这2起案件的凶手会不会是同一人？我倒是觉得这种可能性不大。李玉强是今天上午才死的，而李如凤的死亡时间已经超过了2天半。如果是同一个人，那他不可能提前把李如凤的尸体放进李玉强的后备箱里啊。等等，你说车，快查一下车的主人是谁？李玉强是逃犯，他不可能开着自己名下的车去跑出租。是李如凤的。李如凤为什么会这么说？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车主是李如凤，还有就是李玉强被杀的过程，其他的都不在我这个故事里。还有地点，不过和事发地点不太一样。地点是呢？山门前。山门离咱们最近的山就是北山了，可是北山根本就没有门。王队，查出来了，那辆车就是李如凤的。也就是说，是李玉强杀的李如凤。等等，我先梳理一下，就是李如凤看了严九的小说，然后模仿他剧情中的杀人手法，在西城区把那个欠他钱的女人和他那个小白脸给杀了，然后在逃亡途中被李玉强杀了。结果李玉强是2年半以前那起交通肇事逃逸案的凶手，然后现在李玉强又被别人杀了，这一切是不是太巧了点？众人一阵沉默。王队，案发现场新开了家珠宝店，名叫山门锦瑟。又对上了，快去查查那家店。是。王队，指纹比对结果出来了，那辆车的方向盘上发现了那起肇事逃逸案受害人奶奶的指纹。那辆车上怎么会有那名老太太的指纹？王队，会不会是那名老太太杀的李玉强？这不可能吧，一个60老太太能杀得了一个身强体壮的男人？王队，尸检报告也出来了，死者死因是内脏破裂，脖子上的刀伤是死亡后所致。另外，在死者的体内发现了镇静药物残留。镇静剂，这样一来倒是有可能，可是既然已经把人撞死了，为什么还要补一刀呢？王队，现场监控也查出来了，案发前后的那1个小时，只有3个人出现在了摄像头里，分别是死者、死者的乘客以及那名老太太。难道真是那名老太太？案发前1天夜里，可以提前过去等着了。谢谢你，请告诉我位置吧，我现在就过去。山门锦瑟。王队，根据现场调查，给那家店主人算命的算命大师很可疑，好像他知道今天会发生凶杀案一样，早在几天前就让那家店主人在今天开业，好蹭今天的热度。算命大师，这样的，小孙，你去会一会那个算命大师，我去那个老太太家里，既然他的嫌疑最大，那即使再不可思议也不能放过。好。王队，没动静，会不会是之前就出去了？要不要砸门？砸呗。老人家在家吗？死了。王队全身都僵硬了，死亡至少得有4、5个小时了。送去尸检吧。您好。您好，是孙先生吧？我是董鹏，
董大师，我最近特别不顺，朋友说您这特别灵，所以想找您算一卦。您这朋友指的是市局的王队，还是市局的朱副局啊？你怎么知道？我好像并没有暴露身份吧？哈哈哈！先生今日前来是为了黄楼区那起案件吧？既然先生知道，我也就不绕弯子了。董大师今天凌晨6点前后在什么地方？山门锦瑟。山门锦瑟。今天早上死了个司机对吧？我今天就是坐他的车去的，他还是没躲过去。不过这也算是恶有恶报吧。那个乘客是你？可是董大师，你那么早去那干什么？去和那个店主人朱礼佛商量开店问题。各部门都到齐了吗？小孙还没到，先不用管他，各部门整理一下目前的信息。我们在案发现场附近发现了凶器，经过指纹比对，和那名老奶奶一致。王队，老婆婆的尸检报告也出来了，是自杀。王队，我打了咱们在嫌疑人家里发现的那几张驾校宣传页上的报名电话，其中有一家告诉我，他们确实接收了一个大龄学员，通过照片确认就是嫌疑人。他这个年龄已经考不了驾驶证了，驾校也敢收，这算是虚假宣传了吧？驾校已经反复跟老人说明了情况，可那个老婆婆说只要学会就行了，并不需要考驾照。目前种种证据都表明了是那个老太太，可为什么我感觉这个案子没那么简单？其他人呢？还有什么要说的？王队，我这里有一些写司机被杀案的背景，不知道该不该说。你说说看，你感觉有关系的就说出来，也许就能帮到我们。大概意思就是一个人为了钱杀了人，另一个人想要黑吃黑分一半，但是2个人没谈拢，最后其中一个把另一个杀了。钱是烂尾楼杀人案中的关键线索，但是目前来说还没有证据显示李如凤拿到了钱，所以分赃不均。王队，之前你让我查李如凤的资金流动情况，我发现他公司一个公共账户近期有一笔666666的转入，而且当天就被转出了，时间正好在他被杀当天。靠，你不早说。那天我把资料放你办公室桌子上了，快给我拿过来。大师，您这桌子不错啊。哈哈哈，不错吧？这可是请的国外的设计大师设计的。大师这么有钱？那是。你知道朱礼佛那家珠宝店我收了多少吗？多少？这个数6000？不是，6万。哼，少了，是666666。这么暴力吗？那当然，不过这个桌子还真不是我的，这是我老板的，他特别喜欢这东西。您还有老板？既然董大师能赚这么多，为什么要给别人打工啊？全收到自己口袋里不香吗？不提也罢，反正现在这里我说了算。另一边，王队看着李如凤的转账记录一阵沉默。所以说，严九，你的意思是李如凤先杀了她丈夫，然后畏罪潜逃，但是在逃跑过程中因为资金被冻结不得不冒险返回，然后他先后杀死2人，得到了一笔钱，之后想要远走他乡，但是却不幸遇到了黑车司机黑吃黑，最终惨死刀下。没错，在我的小说里，这是一个故事线，最终以老人的自杀作为结局。这里有几个说不通的地方，我想听听你的想法。每写一篇杀人小说，我的粉丝就按照我更新的悬疑小说剧情开始杀人，甚至就连行凶的内容、时间、地点都和我小说里写的一模一样。今天我被警察邀请当做特别顾问参与案件调查。第一个问题，李如凤既然已经提前买了车票，按理来说会提前准备好一些现金，为什么就突然没钱了？因为被偷了。这个小偷是下一个故事线。下一个，那为什么他杀了第一个人后还要回去杀那个小白脸？他不是已经拿到钱了吗？因为那个小白脸在外面偷情。最后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个司机拿到钱之后不走呢？因为他没拿到钱啊。你们在他身上找到钱了吗？没有。那钱去哪了？被偷走了。偷走人？我之前提到过的那个小偷，准确点来说是一名侠盗。哼，偷就是偷，还侠盗？现在的孩子是非观真是。倒也不是我想写，主要是最近的事太邪门了，我有点不敢写杀人案了，所以换了个盗窃主题。侠不侠的无所谓，总比死人好。好了，先结案吧。王队，可是这个案子还有那么多。小李，这件事已经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就这样吧。王队，要是没我什么事的话，我就搬回家里住了。好，这几天难为你了，本来和你无关的事，却把你搅和进来。没事，那我就先走了哈。慢走。王队，真就这么结案了？案子还没结束，至少在我这里没有。至于结案，那不过是为了迷惑凶手而已。可是这个严九嫌疑那么大，咱们调查了他的所有社交软件，他没有给任何人通风报信的行为。那你说说，还有什么情况下会出现这种巧合？
您的意思是有人盗用他的小说里的作案风格？目前来看，只能是这样。那你说咱们应该怎么应对？把他抓起来，别让他写了啊！这样凶手们的作案手法就不会再死人了。小李，凶手不会因为没有借鉴就不去作案，只有把凶手抓起来，才能终止犯罪。而这个研究就是咱们手里的棋子，是咱们遥控罪犯、掌握线索的手段。他们以为这就是真相了吗？那我可真的要好好感谢他们的愚昧无知和自以为是。这破桌子也太不好用了，如果能换个新的就好了，最好是国外设计的那种。算了，还是躺在床上和群里那些作家大佬聊聊天吧。哈喽，各位大佬们好。我操，研究复活了。研究，你那边情况怎么样？没什么事吧？我还以为你没了呢，都想给你开追悼会了。我没事，多谢各位大佬关心。出来了就快更新，评论区我快压不住了。你们先别吵，研究，你那边没事了吧？没事了，已经都过去了。对了，杰尼龟大佬，问你个事。什么问题？问就是我杰尼龟要当主角。我记得你是学医的。对，看病嘛，开药嘛，找我给你推荐最贵的，我拿回扣。我是想问问，苹果子里的氰化物得多少个才会致死？大概几百个吧。你问这个干嘛？剧情需要，大佬们别误会，我可不想再进去了。王队，小森啊，调查的怎么样了？朱老板联系的那个算命的姓董，叫董鹏，在城北区有个店面，专做这种看风水算命的生意。另外，当天那个打车去山门锦瑟的人也是他。你觉得他有嫌疑？如果是个普通人，直接跟我坦白那天去山门锦瑟的是他，我可能会直接排除那个人的嫌疑。但是那个董鹏在话术方面很有建树，他这么说，我反而更怀疑他了。不过问题是，他没有作案动机，也没有任何证据指向他。不错。那依你看后面对于这个董鹏应该怎么应对？继续跟一段时间吧，我觉得可能会有线索。另外，他好像一见面就猜到了我的身份，而且认识咱们副局。副局？哪个副局？朱副局长。王队沉默了一会，然后说道：不行，董鹏那边交给你了，不管他是不是这起案件的嫌疑人，他能一见面就知道你的身份，这件事本身就有问题。是，王队，局里这边情况怎么样了？线索收集的差不多了，凶手和之前推测的一样，是那个老太太。不过我怀疑他们背后还有大鱼，这些案件的关联太紧密了，而且都是按照研究的小说做的案，就看这次能不能钓到了。最近咋这么多？一点小意外，这不是正好帮你省钱了？好个屁！这么多你让我往哪放？万一被发现了，咱俩都跑不了。你快些处理掉不就行了？快些处理！你说的容易，不行，绝对不行。真不行？绝对不行，想都不要想。那你的那些股价格我也没办法了，你自己再回去吧。胖子想说什么，但是最终没敢说出口。行，我认栽，但是得加钱。喂，王队，研究，你今天有事吗？没事啊，怎么了？那你下楼吧，接你的人已经到楼下了。好的。舒警官，能不能透露一下这次是什么事？你猜猜。不会是盗窃案吧？猜具体点。入室盗窃。哈哈哈，聪明。再说详细点。不知道了。怎么会不知道？你自己写的那个密室盗窃案啊，就是在那个连窗户都没有，只有一个5厘米直径通风口的小房间里，那几千万的现金竟然不翼而飞的那个。你前几天不是还说了那个小偷吗？这人怎么就抓住我不放了？那么多悬疑大佬，他就不能换个人？也许他是你的忠实粉丝吧。可是我也不知道钱是怎么丢的。不知道？真的，我真不知道。我才刚刚开始写，还没写到作案手法呢。你写案件之前不想作案手法？不想。也许听说过密室杀人案，但你们听说过密室盗窃案？就在今天，几千万现金居然在一个连窗户都没有的密室里不翼而飞了。警察同志，你一定要为我做主啊！你先起来，起来慢慢说。警察同志，你们一定要帮我把钱找回来，那是我公司的钱，这要是找不回来，我一辈子也还不清啊！研究，你对这个案件什么看法？看法？我还没看到现场呢。这不重要，我主要是想知道你的想法，或者说你写小说的思路。王队，这个案件我只写到了报案，还没写后续呢。那就现在写啊。不是，王队，我那些案件都是梦里梦出来的。梦里？那就赶紧睡觉啊！我不管你今天找什么理由，反正你今天必须要写出来，
此时，一间地下室里，一个男人正做着笔记，一行行工整的文字记录着研究小说里的每一处线索和伏笔。还好这一章的伏笔不多。时间差不多了，该出发了。不好意思，先生，这里是私人住宅区，如果您想要进入，需要出示您的身份证明。4栋504的业主叫我来调查一起盗窃案的。委托函，请问您是？私家侦探董大师。孙先生，不对，应该叫您孙警官。董大师，您怎么在这呢？我记得你的店在城北区吧？孙警官不是也在吗？我是来办案的。我也来查案，而且好像咱们办查的是同一个案子。查案？您不是算命的吗？重新介绍一下，私家侦探董鹏。救命！救命！醒了，怎么样？有灵感了吗？有了，那就写吧。我们这有纸有笔，也有电脑。不，王队，这个不能写。怎么？这次又是杀人案，有个女人死了。我觉得死的那个人可能是小偷。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他身下全是钱，一大摞的钱，而且他的手被人砍断了。我猜凶手有可能是失主。确实不排除这种可能。小李，你去把失主叫来。是。还有吗？研究想了一下，然后回道：还有案发地点有一扇老旧的铁门。不好了，王队，失主不见了。什么？小李，快查查案发地附近有没有老旧的铁门。2个半小时后，王队终于找到了案发现场。看着这满地的现金和尸体，王队瞪大了眼睛，死者竟然是开头报案的那个女人。很可惜，看来研九猜的并不对，死者是报案人，咱们来晚了一步，死亡半小时左右了。该死，上午还只是盗窃案，下午就变成了杀人案。现场没有打斗痕迹，大概率是熟人作案，凶器应该就是这把斩骨刀。目前现场没有发现指纹痕迹。没有指纹，也就是说这个人至少是戴了手套，穿了鞋套的。可是被害人为什么会跟一个打扮这么奇怪的人进一间陌生的房间呢？难道真是熟人作案？可是动机是什么呢？王队又一次翻来报案人资料，姓林，37岁，少，性格老实巴交，平时为人处事圆滑，能不发生冲突都不跟人发生冲突。这样的一个中年女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会放着几千万不要，而选择杀了她？时间差不多了，该出去了。研九，你怎么在这？我出来转转。转？你不是说去盗窃案发现场看看吗？跑到这来干嘛？研九被王队的气势吓到了，下意识的退后了2。哟呵，还想跑？小李，这是什么？怎么了，王队？这手套有什么问题吗？你戴手套干什么？天冷了，王队。天冷你戴这种手套？别人给我的，我就随手带着了。王队没再听研九狡辩，而是继续动手翻找。这是什么？王队掏出一把塑料袋，但是却一下没抓稳，其中一个飞了出去。不好意思，是你们的吗？是我的，谢谢。不客气，这是一名有修养的大学生应该做的。请问这里是发生了什么吗？没什么，出了一点小事情。哦，好吧，我是学医的，如果是打架斗殴，我可以帮忙治疗。不用了，你去忙吧，这里我们能解决。好吧，老板，这边没有异常。那边是什么情况？有个人犯了事被抓了，应该就是偷东西之类的吧。说说吧，你去那干什么去了？王队，能让我先去一下厕所吗？研九从下午被关进来，到现在5、6个小时过去，连一次厕所都没上。你老实交代了就让你去。王队，别磨叽，赶紧说。我就是出去找个地方码了一张小说。码小说？你写了什么？就我跟你们说的那些。能让我先去一趟厕所吗？我真的憋不住了。王队本想说不行，但是他看了一眼地上的审计，这也没法再说不行了。10分钟后，研九穿着混来的警服，再一次坐回了他的位置上。你码字就码字，为什么跑到那附近去了？那附近有卫生间，盗窃案发现场的卫生间被你们拦上了，我只能出门去找卫生间。那这个白手套是怎么回事？白手套是别人给我的。给的？谁给你的？一位朋友给的。那天我跟他说天气太冷了，公交车上码字动手，他就随手给了我一副他平常经常戴的手套。你朋友叫什么？我也不知道，我们都是在咨询室里见面的，戴着面具那种。是有人骂我还是天太冷了？这一章的细节这么多吗？我怎么觉得研究有点水字数的嫌疑？姐姐想你了，但姐姐不说。姐姐希望你
对号入座。这 BGM 怎么到我这就不对了？算了算了，不管了。那你把地址发给我。好，那你快点过来哦。老板，这么晚去哪啊？去找女朋友。别去了，留下来加班吧。烟酒，不好意思，之前是我判断失误。发生什么了？又死了个人。昨天那个小青年你还记得吗？为人特别不错的那个。记得。他在广场上被人杀了，死法和林女士一样。林女士是谁？对，我还没跟你说这件事呢，就是那个报案人死了，和你描述的几乎一致，双手被砍断，失血过多而亡。而在刚才，我们又接到了报案，有人以同样的死法死在了广场上，但是当时你一直被我们关着，所以你的嫌疑基本可以排除了。不对，怎么会有这么一具尸体？他是从哪冒出来的？王队，既然没我事，那我就想先回去换衣服了。不行，这样吧，我开车送你回去，这个点不好打车。谢谢。颜九坐在副驾驶座上，随手打开了手机。99加，发生什么事了？颜九，你回来了。昨天杰尼龟渣更了，就更了2张，说不定现在已经死在学姐肚子上了。杰尼大佬渣更？对呀，他说是去找学姐玩去了，昨天晚上还拍了照片。照片。颜九顿时来了兴致，翻起了聊天记录，翻了大概有300-400条，终于，你们管这叫照片？颜九无语地看着所谓的照片，别说学姐了，甚至连杰尼的照片都没有，上面只拍了杰尼的一只手。等等，这手……王队，停一下，停一下！怎么了？你看这个，他手上的这根绳子跟昨天那个大学生戴的一样。还真是，这人是谁？我的一个群友，也是一位作者。他昨天晚上没有按时更新，据说是去见学姐了。烟酒，辛苦你自己打辆车回去吧。如果能确定死者当天出门的目的，这可能是个很关键的线索。好。市新市中医药大学，几名警察敲响了一个女生宿舍的房门。请问哪位是盗墓女士？我就是，怎么了吗？几位警官，我们在调查一起案件，想找你了解一些信息，麻烦你现在跟我们走一趟。这样吗？可是我下午有课，而且出去的话我得跟导师说一声。放心，我们的同事已经去找你的导师了，你可以先给他打个电话。怎么了？这是……你好，我们想带这位同学回市局了解一些情况，所以跟您打个招呼。好的，需要我跟着去吗？不好意思，可能不太方便陪同，您去了也只能待在外面。好吧，默默，有什么事给我打电话，老师一直都在，如果实在处理不了，老师会帮你联系你的父母的。你认识这个人吗？认识，他是我学弟，外号杰尼。听说昨晚你们在一起？没有，提起他我就来气，他就是一渣男。昨天说好了见面的，我酒店都订好了，结果他放我鸽子，还不接我电话。你们是什么关系？算是男女朋友吧。算是，就是没正式挑明关系，但是实际上是男女朋友。警察叔叔，他到底怎么了？他昨天晚上被人杀死在了广场里。什么？如果我不叫他出来，也许他就……王队，盗墓当天晚上确实是在酒店，一整晚都没有离开。在酒店，可是凶手是怎么知道他要路过那里的呢？有没有可能是无差别杀人？要是无差别杀人的话，就麻烦了；要是不是的话，那估计和他那个女朋友有关。我也这么觉得，被害人是到墓约出去的，酒店位置也是他定的。走的，去会他那个女友。盗墓，说吧，人你是怎么杀的？不是我。哼，别装了，我们已经掌握了确凿的证据，就是你杀了他。我真没有，那天我一直在酒店里，不信你们可以问酒店的工作人员。哼，酒店有后门，你在的那层也没有监控，谁能知道你有没有出去过？不可能，我那层绝对有监控，而且那个酒店根本没有后门，我特地看过的。而且我9点半的时候去过1楼大厅找服务员要水，10点的时候还让服务员帮我开了空调，他们都可以证明。哼，是吗？那你为什么要特地关注这些呢？这些是昨天发生的事，我记得清楚一点，怎么了？经过将近10分钟的扯皮，王队已经确认了盗墓知道凶手是谁，不过他硬是说自己不知道，王队也拿他没办法。要不然请省厅的专家来，只要撬开了盗墓的嘴，这个案件就破了。王队沉思了一会，然后说道：行，那就麻烦你跑一趟。咋这次这么急？这次出了点小意外，警察估计很快就查到我了。
意外不意外了，你还来找我？没你想象的那么严重，只是一个小意外。我不管你小不小，这事我办不了。兄弟，这样，这四嫂哥哥求你帮忙，100万就3份货，我保证查不到你。哦，100万，那赶脚可以有。王队，看什么呢？我在看西城区的失踪案。失踪，那不归咱们管吧？这可说不准。1个月内失踪了52个人，都是流浪汉，共同特征是年龄在45岁以下，肢体残缺。我看看。根据失踪地点来看，嫌疑人特地避开了赤心医药大学。医药大学？你的意思是和那2起凶杀案是同一个人？8成是了。假设是同一个人的话，短时间同时失踪那么多人，估计是非法贩卖器官。非法贩卖器官？那岂不是说还有50起命案？我希望只有这个数。办案的时候永远别祈祷结果能比想象中的好，祈祷一下结果不会更坏更实在一些。是把梦里梦到的杀人过程都写进小说里，不料真有人按照我写的悬疑小说剧情开始杀人，甚至就连行凶的内容、时间、地点都和我小说里写的一模一样。就在刚刚，我的好兄弟杰尼居然被人按照我小说里的剧情给杀了。老刘，那2起杀人案，给我出主意呗。去找现场吧，这种死法我就不信现场没有证据。已经找了4、5遍了，确实没有。那就是你们没找到。即使是凶手想办法做了破坏，终究也是会留下痕迹的，区别只在于留下的是线索还是掩盖线索的痕迹。王队，烟酒，你回来了，我能不能跟着你们一块把这个案子给查下去？当然可以呀，不过我能问问为什么吗？我的朋友很少，杰尼是我为数不多的朋友之一，我想帮他报仇。好呗，正好我们要去现场看看还有什么线索，你也跟着一块吧。从血迹来看，死者的全部活动范围只在这一块区域。那警察指着地上的几条痕迹说着，可能是由于求生本能吧。死者在临死前不顾手臂的伤痛，强撑着靠断肢移动了大概1米的距离，所以才造成这么多条血痕。不对，王队，这血痕是塔毒的标志。塔毒是什么？是我写小说的软件。这么说来，他的小说里有线索。快叫局里所有人下好塔毒，一张一张的找。怎么样，各位查到线索了吗？王队，我们把书都翻烂了，还是没发现有价值的线索。我这边也是一样。看来只能等小孙回来从他女朋友那里入手了。王队，我有点想法。说说看。杰尼的为人我了解，虽然平时说话皮了一点，但是实际上是个胆大心细的人。以他的性格，线索绝对不在文中，很可能在他的草稿箱里。草稿箱？对，我联系一下编辑，看看能不能要到他的账号。行，那你现在赶紧联系。乘风大大，可以帮我查一下杰尼龟的草稿箱吗？你查这个干什么？他出了点事，警方现在需要调查一些线索。我没有查看草稿箱的权限，你让警方开一个证明吧，我尽量帮你。谢谢乘风大大。王队，塔毒需要咱们出一份官方证明。没问题，老刘，你去给研九开个证明。好，小伙子，跟我来吧。你叫什么来着？对，研九是吧？是的，刘警官。你这人真让人捉摸不透，我也不指望看透你。我就想问你一句，这一次你真的是站在我们这边的吗？您为什么这么问？因为死者也是会开口说话的，死者已经跟我说了真相。您是在怀疑我？不是怀疑你，我是确定是你。哼，那您觉得我杀了谁？每一个人，你小说里的每一起案件其实都是你所为。您这帽子扣得有点大。我说过，死人是会说话的。哼，既然如此，您为什么不抓我？我没有证据，也不想管这些烂事。我只问你一句，这一次你是不是真的站在我们这一边？我一直都是啊，我是王队请来的特别顾问。但愿如此，走吧，文件已经弄好了。王队，证明我已经传给编辑了，稍后可能还需要咱们这边通过后台进行一下身份认证，之后就能看到了。好。另外，我想见见那个盗墓。见他倒是没问题，但是他现在什么都不说，其实没什么意义。让我去吧，也许我能问出来点东西。行了，小张，你陪研九去一趟。是。他死了，你就一点感觉都没有？没有。你知道吗？他死得特别惨，他双手被人砍了下来，血一直往外流，生命一点一点的流逝。他和你一样是医学生，他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死，他也知道怎么自救，但是他做不到，因为有个恶魔就在旁边看着他一点点死去。你到底想说什么？我们已经掌握了证据，你就是杀他的从犯，告诉我主谋是谁，我们会对你宽大处理。人是我杀的，我们吵架了，一怒之下我杀了他，
这个说法你们满意了吗？枪毙我吧，我罪有应得。凶手是你们的同学吗？不是，是我。是你们的朋友？不是，就是我。好了，你别问了，只要我不看不听不说，你就什么都问不出来。哼，是吗？道默同学，重新自我介绍一下，我叫严九，也是一名医生。你应该知道，把脉练到极致，可以感受到非常微弱的脉搏变化吧？见到默没什么反应，严九便开始询问了起来。凶手习惯穿什么颜色的衣服？黑色、蓝色，难道是红色？那看来是黑色。张警官，麻烦记录一下，凶手习惯穿黑色系衣服。好，我记录一下。凶手是男的还是女的？哦，是男的。张警官，麻烦记录一下，凶手跟你什么关系？同学、亲人、朋友、师生？是师生。张警官，记录。不是我说的，不是我什么都没有说。你可以放心，我们会对今天的事情严加保密。警官，请你们一定要保密，不然我的家人……放心，在他被抓起来之前，不会有任何人知道这件事的。我向你发誓。我对不起杰尼。我知道你有苦衷，其实这件事一发生，我就知道绝对不会是你做的。可是我们办案是要讲证据的。不可能的，你们找不到他的证据的。叶老师他一向谨慎，我跟了他2年，从没见他露出过破绽。你要相信，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王队已经确定了杀杰尼的凶手了，姓叶，是道默的老师。王队看着笔录，皱起了眉头。你还会把脉？虚张声势罢了。虽然现在咱们已经确定了凶手，但是还缺乏证据啊。小李，你派人先把那个道默的老师监视起来。是。杰尼更新了。什么？杰尼更新了？卧槽，我以为他切了。他怎么可能更稳？定时发布，王队，杰尼更新了。什么？严九一边说着一边点开了它，只见在杰尼的最新章节的标题处，赫然写着4个大字：替我报仇。各位大佬，这是链接，里面有证据，尤其是严九，记得替我报仇。严九立刻查看了那个链接，那是一整段叶池摘取器官、残害生命的视频。喂，当你们看到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应该已经遇害了。我的女朋友道默受到她导师叶池的威胁，参与了一些器官贩卖的交易。我不是英雄，但我必须要救她。这是我冒着生命危险拍下来的视频，希望你们能给我报仇。王队，那个叶池失踪了。什么？各位同学，手上的工作先停一停。你是？叶教授叫我来的。老板让你来的，老板咋没来？他被警方盯上了，不过不用担心，我们会帮他解决。这样啊，您今天来是有什么事？是这样的，我这里有一件货，需要各位帮忙处理一下。嚯，没有老板主刀，我们处理不了。哼，你们老板什么时候主过刀？别试探我了，好几次都是你们老板跟我们喝着茶，货就处理好了，难不成你们老板会分身？好吧，货呢？在车上，来2个人跟我去搬。好，大壮、二，你们去帮忙。这货和之前的不太一样啊。这是个小混混，带着几10个人就想找我们的麻烦，顺手解决了，没想到正好用得上。把头上的带子摘了吧，方便处理。他把手伸向了床上躺着的人头上的黑色布带，面具男一把打开他的手。你们叶教授就这么教你们规矩的？不该看的不看不知道。哟，随后他就那么打量着床上晕过去的人，却迟迟不肯动手。面具男见状伸出了手，刀，刀给他。接过刀的面具男直接一刀扎在了床上那人的气管侧面，这种手法非常精妙，能让人充分感觉到痛苦，慢慢死亡。够狠，剩下的就交给你们专业人士了，我去外面抽颗烟。来吧，兄弟们，开工了。要说起来，真不愧是中医院的研究生，几个人手上动作都是极其麻利的，从开膛到摘除，仅仅10几分钟就解决了。领头的在搞定了之后，好奇的去掀开了那个人头上的头套。咋会是老板？王队，我们在实验室里找到叶池了。好，把人看住了，我现在就过去。王队，人已经送回去让法医鉴定了。法医？叶池死了，被他的学生解剖了。什么？人怎么死的？被他们杀的。说说怎么回事？都是老板让我们干的，不关我的事儿啊。我问你，叶池是怎么死的？今天有个人开着车过来，拿着我们老板的卡，让我们解剖一个混混，我们不知道是他，
所以车什么样的车？记没记住车牌号？是我们老板处理垃圾用的车，就在外面。给我带路。然而王队刚走到车前，就发现了车上贴着一个显眼的便签，上面写着“苍天自有苍天道，天不行道我行道”。王队，和平路又发生了杀人案，赶紧派人过来。好，地址发给我，我现在过来。怎么回事？今天我和一名同事去吃面，结果老板久久没出来招呼，我们就去后厨看了一眼，结果发现老板在锅里骨头都煮烂了。王队，这边桌子上发现了一行字。只见桌子上面也有一个便签，居然也写着“苍天自有苍天道，天不行道我行道”。你的同伴得手了。什么？天不行道我行道，你们觉得自己很正义？我听不懂您在说什么。你是策划吧？而董鹏是执行者。您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死亡方式，李玉强的死因和老奶奶孙子被车撞的原因一样，到后来这个叶池被自己的学生挖了内脏，和他自己平时的杀人方式一致，再到后来那个面馆老板的死亡方式和他平时处理尸体时是一致的。哼，可是您为什么就认定是我所为呢？另外，我的作案动机又是什么呢？我说了，我没有证据，不过作案动机嘛，就是你们所谓的正义感了。呵呵，算了，这次还是感谢你了，你回去吧。来根烟？不抽。那来喝瓶酒。不好意思，我叫烟酒不沾。